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。先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， 手握5亿美元的现金，你会怎么做？分红、回购股票，还是说投资新的业务？这些呢都是正常人的选择。但有一个男人选择了把公司变成赌场，他把5亿美元全部压在了比特币上，还不够，他又借了40亿美元继续买。董事会呢骂他疯了，股东威胁要告他，华尔街嘲笑他是在自杀。但4年以后，这笔赌注价值超过400亿美元，他从一个被遗忘的失败者变成了比特币世界的国王。推特上400万人关注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的一条推文可能让比特币涨5%。全球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排队向他请教。但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关于成功和财富的故事，那你就错了。这是一个关于执念的故事，关于一个男人如何用20年的时间等待复仇。2000年的时候，他在1天之内损失了60亿美元，从福布斯封面跌落到了被 SEC 起诉的骗子。那种撕裂的感觉让他整整20年都活在阴影里边。我要证明自己，成了他心里的魔咒。比特币呢，只是他复仇的工具，真正的目标是向那些嘲笑过他的人证明，你们全都看错了。他就是 Michael Saylor， MIT 的数学天才，互联网泡沫的牺牲品，华尔街最危险的赌徒，比特币世界的疯狂的传教士。今天呢，我们的故事不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去讲，我们要用3个问题来拆解 Michael Saylor。第一呢，是什么让一个理性的数学家变成了比特币狂热的分子？第二，他真的相信比特币，还是说他只是在豪赌？第三，他会成为下一个传奇，还是说下一个笑话？这个故事呢，关乎贪婪、信仰、复仇以及人性当中最危险的东西之一。要理解 Michael Saylor 为什么 all in 比特币呢？你必须得先理解2000年那场崩盘在他心里的伤疤。1998年 MicroStrategy 上市， Saylor 才35岁，身家70亿美元。福布斯称他为互联网时代最年轻的亿万富翁。他买了游艇，买了私人飞机，绝对是一个炫富的人。在华盛顿 DC 买了豪宅，价值4300万美元。在游艇的俱乐部派对上邀请了比尔·克林顿、拉里·佩奇。有一次呢，在派对上，他对宾客说，10年以内 MicroStrategy 将超越微软。2000年3月20日，一切开始崩塌。SEC 宣布MicroStrategy 虚报了2年的营收，为了支撑股价，公司夸大了收入数字。消息一出，股价暴跌62%。Saylor 一天损失了60亿美元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相当于每秒损失7万美元，持续了整整24个小时。但钱不是最痛的，最痛的是羞辱。朋友消失，合作伙伴躲着他，他走在华尔街的街头，人们对他指指点点。华尔街日报头条写着互联网神童的谎言。他后来回忆那段时间说，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不要结束这一切，结束我自己。但他没有，他选择了留下来继续战斗。接下来的18年 MicroStrategy 苟延残喘，可以这么说，股价呢从333美元跌到了42美分，然后呢长期徘徊在1到5美元之间。18年没有分析师覆盖，没有媒体报道， Saylor 像一个幽灵一样守着这家被遗忘的公司。那之后的10几年，他反复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辛苦建立的财富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？他明白，这个不是运气不好，而是系统的问题。在华尔街的游戏里边，财富要靠信任堆起来，也能够被恐惧所摧毁。他开始怀疑这个金融系统本身是不是有漏洞？美元、股市、央行的规则真的能让财富长期的保存吗？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让财富真正长期保值？这个念头一直困扰着他，并最终让他走上了比特币之路。2020年的3月，新冠疫情席卷全球，金融市场全面崩盘。3月15日星期天的深夜，美联储召开紧急的会议，宣布无限量化宽松。主席鲍威尔说，我们将不计成本提供流动性支持。Saylor 看着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正坐在家里的书房，他马上拿起了计算器算了一笔账。MicroStrategy 账上现在有5亿美元的现金，如果按照传统的做法，应该存银行或者是买国债。但无限量 QE 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美元在疯狂的贬值。他估算美元每年会贬值至少15%。
5亿美元1年之后就只剩下了4.25亿，2年之后只剩下3.6亿。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，必须找到能对抗通胀的资产。黄金，他研究了3天后发现流动性太差，总量难以验证，每年还有新的黄金被开采出来。房地产价格泡沫化，管理成本很高，股票呢波动太大，公司可能会破产。他需要的是一种绝对的稀缺，不会被稀释，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资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了一个词儿，比特币。其实呢 ，Michael Saylor 早在2013年就听说过比特币。那年呢，有朋友在饭局上说，有一种数字货币1年涨了100倍。Saylor 当时嗤之以鼻，这个是庞氏骗局。2017年，比特币涨到了2万美元，媒体疯狂报道。Saylor 发推特说，比特币的日子不多了，它会像网络赌博一样被取缔。这条推文成了他的黑历史。2018年，比特币暴跌至3000美元，他觉得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题，而且被验证了，果然是一个泡沫。但2020年3月的那个周末，当他第一次真正坐下来仔细的研究比特币的时候，他被震惊了。2020年的3月27号，星期五晚上 ，Saylor 决定用整个的周末来研究比特币。他从中本聪的白皮书开始，第一次读完了整个的白皮书。他困惑地说：“这个真的能工作吗？”但作为一个 MIT 毕业的工程师，他最关心的是技术的可行性。于是呢，开始研究比特币的底层代码、工作量证明机制、哈希算法、区块链结构。读了大约6个小时以后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是我见过的最优雅的系统设计，但技术只是第一层。星期六，他开始研究经济模型。他画了一张图，横轴呢是时间，纵轴是供应量。比特币每4年减半一次，最终在2140年达到2100万枚的上限，然后永远停止。他盯着这条曲线看了1个小时，又在旁边画出了美元的供应曲线，那条线向上延伸，没有尽头。美联储想印多少就印多少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，这个不是技术之争，这是2种货币体系的战争。一种呢是无限通胀的法币，一种是绝对稀缺的数字资产。今天早上，他开始查比特币的历史。2009年创世纪区块，2010年第一次交易，有人用1万枚比特币买了披萨。2011年丝绸之路出现，比特币被用于暗网交易，媒体开始疯狂的去攻击它。13年第一次牛市，比特币涨到了1200美元，然后暴跌80%。2017年第2次牛市涨到了2万美元，再次暴跌80%。Saylor 看到了一个规律，每次暴跌以后，比特币都会在更高的位置企稳。2011年低点2美元，2015年最低点150美元，19年低点3000美元。这个不像是泡沫崩盘，更像是一种技术扩散过程。他想起了经济学里边常用的一个词，采用曲线 adoption curve。每一项颠覆性的新技术一开始都被少数人相信，比如说互联网、智能手机、电动车，一开始被嘲笑、被质疑，但随着更多的人加入，用户数开始指数级的增长，价格的波动实际上是信任的扩散。他看着曲线说，这个不是泡沫，这是人类在学习相信比特币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发现比特币持有者的结构正在变化。早期是密码朋克、技术极客、自由主义者，但到了2020年，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进场。Paul Tudor Jones 宏观对冲基金的传奇在5月公开表示，我把1%到2%的资产配在比特币上，并说比特币让我想起了70年代的黄金。这句话击中了 Saylor， 因为他记得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之后，黄金从35美元涨到了800美元，涨了23倍。如果比特币真是数字黄金，那现在的价格就相当于1971年的黄金。星期天的晚上10点，他做完了最后一个计算，全球财富大约900万亿美元，黄金市值10万亿，占比1%。如果比特币取代黄金1半的地位，市值因为5万亿，而当时比特币仅为1000亿，理论上还有50倍的空间。他放下笔看窗外的夜空，那一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这个是我等了20年的机会。2020年的8月11号，这是 MicroStrategy 命运改变的一天。那天早上呢 ，Saylor 拿着一份200页的演示文稿走进了董事会的会议室，主题只有一句话：我们必须用公司的现金购买比特币。
会议室的气氛一开始就非常紧张，有人笑出声，有人皱眉，有人说 ：“Michael， 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，我们不是对冲基金。” Saylor 没急着反驳，只是打开了第一页，写着一行字儿：“现金正在以每年15%的速度蒸发。”他指出，公司账上现在有5亿美元的现金，按美联储的放水速度，2年以后购买力会减少30%。这个不是风险对冲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生死问题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环视全场。如果我们继续拿着现金，公司会在10年内被通胀所吞灭掉。他接着翻到下一页，写着比特币相对于美元，2条曲线对比，一条缓慢的下坠，另外一条呢持续的上升。他提出4个论点：第一，美元在过去的100年贬值了97%；第二，比特币是唯一稀缺的数字资产；第三，它10年的年化收益超过200%；第四，机构正加速进场。有人立刻质疑，如果比特币归零怎么办？他回答，那我们最多损失2.5亿，但如果它成功，我们将赢得整个的未来。又有人问，那合规问题怎么办？他答道， CME 已经上线比特币期货，美国的财政部和 CFTC 已经有了监管框架，更多的国家正逐步的接受，这个是一个合法的资产，它不是投机的泡沫。最后一位董事问，那你个人呢？你会把自己的钱也放进去吗？ Saylor 没有犹豫，我会先用自己的钱买。那一刻，会场陷入了沉默。几分钟以后，主席说：“我们投票吧。”8票赞成，2票反对，决议通过。MicroStrategy 成为第一家用公司资金买比特币的上市公司，首批投入2.5亿美元，3个月以后又追加了1.75亿美元。从那一刻起 ，Saylor 不再是一个企业家了，他变成了赌徒，一个拿公司当筹码与整个世界对赌的赌徒。2020年的8月11号 ，MicroStrategy 宣布买入2.5亿美元的比特币，华尔街炸锅了。但 Saylor 只是在热身，接下来的操作才真正显示出这个男人有多疯狂。2020年的9月又买了1.75亿，2020年的12月又买了6.5亿，然后呢，现金不够了，正常人会停下来，但 Saylor 做了一件金融史上最疯狂的事儿，他发行债券，借钱买比特币。2021年的2月 ，MicroStrategy 宣布发行9亿美元的可转债，利率只有0.75%。募资说明书明确地写着，本次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购买比特币。华尔街再次震惊，一个分析师在 CNBC 上说，这是我职业生涯当中见过的最不负责任的决策。另外一个说 ，Saylor 在用股东的钱在赌博，这应该被 SEC 调查。但 Saylor 的逻辑很清晰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借钱买比特币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交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正在以0.75%的利率借美元，而美元呢每年贬值15%，比特币每年平均涨幅200%，这个是套利，它不是赌博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问题是，如果比特币不涨该怎么办呢？2021年的6月 ，MicroStrategy 再次发债5亿美元，利率0%，是没听错，零利率。意味着投资者免费借钱给 Saylor， 让他买比特币。为什么投资者愿意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可转债，可以转换成 MicroStrategy 的股票，而 MicroStrategy 的股票本质上就是杠杆比特币。当比特币涨10%， MicroStrategy 的股价涨15%到20%，这个创造了一个疯狂的飞轮效应。比特币上涨 ，MicroStrategy 的股价上涨，可转债更加值钱，可以发行更多的债，买入更多的比特币，比特币继续上涨，到2021年年底 ，MicroStrategy 持有超过12.4万枚的比特币，总投资超过了37亿美元，平均成本大约3万美元。此时比特币的价格6.9万美元，账面浮盈超过50亿美元。MicroStrategy 的股价从130美元飙到了1315美元，1年的时间涨了近10倍，华尔街惊呆了。巴伦周刊封面写着比特币先知 The Bitcoin Prophet，CNBC 彭博社纷纷邀请他上节目。分析师开始改口了， Saylor 是一个天才，但 Saylor 自己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2022年加密市场呢迎来了寒冬，5月份 Terra Luna 崩盘，400亿美元市值归零；6月三箭资本破产，100亿美元灰飞烟灭。
11月 FTX 崩盘 ，SBF 从封面人物变成了诈骗犯，整个加密市场陷入恐慌，比特币从6.9万美元暴跌到1.6万美元，跌幅77%。MicroStrategy 账面浮盈瞬间变成巨额亏损，最惨的时候账面亏损超过20亿美元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些可转债有一个条款，如果比特币跌破2.1万美元，公司必须追加抵押物，否则债权人可以要求提前还款。2022年的6月18号，比特币跌到了17600美元，所有的人都认为 MicroStrategy 要爆仓了，做空机构疯狂攻击。一家 Capital 发布报告，目标价10美元，股价从1315美元跌到了120美元。彭博社的标题 MicroStrategy 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，股东愤怒了。有人在股东大会上质疑 Saylor， 你要把公司到底带到什么地方？董事会召开紧急的会议，1/3的董事要求立即抛售比特币止损。有董事威胁辞职，有董事说要起诉 Saylor， 那是 MicroStrategy 历史上最激烈的董事会之一。会议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，最后呢 ，Saylor 站起来说：“各位，我理解你们的愤怒，我也理解你们的恐惧，但请听我说，比特币的基本面没有任何的改变，2100万枚的上限没有变，去中心化的本质没有变，美元的通胀没有变。”改变的只是价格，而价格从来就不是衡量资产价值的唯一标准。如果我们今天抛售锁定20亿美元的亏损，那我们就真的输了。但如果我们坚持3年以后、5年以后、10年以后，历史会证明我们是对的。一个董事问：“如果你错了呢？” Saylor 沉默了几秒。如果我错了，公司会破产，我会失去一切，但我宁可失败在坚持正确的道路上，也不要再成功在屈服于恐惧。那一刻，会议室安静了。最终呢，董事会投票6-3决定不抛售，但条件是 Saylor 必须个人担保追加抵押物。Saylor 同意了，他抵押了自己的 MicroStrategy 的股票，筹集了2.05亿的美元追加保证金。然后呢，也做了一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情。2022年6月29日，比特币跌破了2万美元，全球恐慌性的抛售。Saylor 又一次发了推特。MicroStrategy 今天又购买了480枚的比特币，全世界都以为他疯了。CNBC 的主持人在节目里边说 ，Saylor 已经失去理智了。一个对冲经理说，这个不是坚持，这个是自杀。但 Saylor 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的时候说，我的投资周期是100年，不是100天。我看的不是价格，我看的是趋势。有记者问他，如果比特币归零呢？ Saylor 平静的回答，比特币不会归零，因为它背后是数学，是密码学，是全球上亿人的共识，这些东西不会消失。记者继续追问，但万一呢？ Saylor 看着镜头说，那我就破产。但至少我证明了我相信自己的信念。2000年我失败了，因为我相信了错误的东西。这一次我相信的是数学，如果数学都错了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真理了。那段采访的视频后来成为币圈的经典。2022年的12月，比特币触底15700美元，整个加密世界一片死寂。但从2023年的1月开始，比特币开始缓慢的回升了，2万、3万、4万 MicroStrategy 的亏损开始收窄。更重要的是，传统的金融机构开始改变了态度。2023年的6月 ，BlackRock 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宣布申请比特币现货 ETF。这个是历史性的转折点。紧接着 Fidelity、Invesco、OneEck 10几家巨头纷纷跟进。Saylor 在推特上说：“战争结束了，我们赢了。”2024年的1月10号，美国 SEC 批准了10亿只比特币现货 ETF。这一天，比特币涨破4.7万美元 ，MicroStrategy 的股价从120美元飙升到了450美元，账面终于扭亏为盈。但 Saylor 没有停止。2024年的3月，比特币突破历史新高，超过了7.3万美元。MicroStrategy 的持仓价值超过300亿美元，账面浮盈超过100亿美元。那些曾经做空它的机构全部爆仓 ，Carry Capital 亏损超过3亿美元，被迫清盘。那些嘲笑他的分析师集体失声。但 Saylor 并没有满足。2024年的10月30日，他有了一个更疯狂的计划。据传，他想在2121计划未来的3年，通过发行股票
和债券，再融资420亿美元，全部用于购买比特币。这个数字比很多国家的 GDP 还要高。消息一出，华尔街再次震惊，但这一次没有人嘲笑他，因为 BlackRock 的比特币 ETF 上市不到1年，资产规模就超过了500亿美元。传统金融正在拥抱比特币，而 Saylor 是先行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策略开始被模仿。2024年的11月，一家医疗设备公司宣布学习 MicroStrategy， 买入比特币作为储备的资产。2024年的12月 ，MetaPlanet 一家日本的上市公司也宣布效仿 Saylor 的策略，甚至还有一个新词诞生 ，Saylor Strategy， 赛勒策略。指的是上市公司通过发债去购买比特币，创造杠杆的收益。到了2025年初 ，MicroStrategy 持有的比特币已经超过了52万枚，占全球总量的 2.5%。如果把 MicroStrategy 看作一个国家，它是全球第2大比特币持有者，仅次于中本聪。Saylor 的个人财富呢，再次超过100亿美元，他重新登上福布斯榜单，重新赢得了华尔街的尊重。但他真的赢了吗？今天，如果你打开 Saylor 的 Twitter， 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。他每天发10到15条 Twitter， 全部都是关于比特币的，没有其他的话题，不谈科技，不谈生活，不谈 MicroStrategy 的软件业务，只有比特币。有人统计过，从2020年到现在 ，Saylor 发了超过8000条关于比特币的推文，平均每天5条。他参加了所有的比特币大会，像一个传教士一样，向全世界推销比特币。他说，比特币是人类的希望，比特币会拯救世界，持有比特币是道德的责任。更夸张的是，他开始把比特币上升到哲学和信仰的高度。2024年的一次演讲当中，他说，比特币不仅仅是货币，它是人类文明的进化，从贝壳到黄金，从黄金到纸币，从纸币到数字货币，每一次进化都是向更高效率、更低信任成本的方向演进。而比特币呢，是这个演进的终点。台下掌声雷动，但也有人开始质疑。一个记者在采访当中问他：“你不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执念吗？” Saylor 笑了：“执念也许吧，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源于某种执念。哥伦布执念于寻找新大陆，爱迪生执念于发明电灯，马斯克执念于移民火星。如果没有执念，人类永远不会进步。”记者继续追问：“但如果你错了呢？” Saylor 的表情开始变得严肃了起来。我不会错的，因为我相信的是数学，2100万枚的总量，这个是事实，去中心化的本质，这个也是事实，美元的通胀，这个还是事实。基于这些事实得出了结论，不会错，但真的不会错吗？ MicroStrategy 现在的状况是已经非常危险，公司90%的市值来自于比特币持仓，软件业务的收入每年只有5亿美元，而比特币的持仓的价值超过了400亿美元。这个意味着 MicroStrategy 本质上已经是一个杠杆比特币 ETF。当比特币涨10%， MicroStrategy 的股价涨10%到20%，但反过来也是一样，如果比特币跌10%， MicroStrategy 的股价会跌15%到20%。而且 Saylor 还在继续的加杠杆。截止2025年初 ，MicroStrategy 的债务已经超过了70亿美元。如果比特币再次陷入熊市，跌回到2万美元，MicroStrategy 的比特币持仓价值会缩水到100亿美元，扣除70亿美元的债务，净资产只有30亿美元，而公司目前的市值超过了600亿美元。这个意味着股价需要暴跌95%才可能回归到合理的估值。更危险的是 ，Saylor 已经把自己和比特币完全绑定在一块儿，他无法再回头了。如果他现在抛售比特币，会引发市场的恐慌，比特币暴跌。MicroStrategy 也会崩盘，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向前，继续买入，继续加杠杆，这是一场不能输的赌局。如果你仔细研究 Saylor， 会发现一个细节，他很少谈2000年的失败，但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在证明我当年没有错。2000年他说 MicroStrategy 会超越微软，结果呢，互联网泡沫破裂，他被证明是错的。那种羞辱在他的心里边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20年来，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，一个能够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机会。比特币就是那个机会。2020年，当他看到比特币的供应曲线的时候，他看到的
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投资机会，他看到的是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。2000年我说科技会改变世界，我没错，只是太早了。这次我说比特币会改变金融，我不会再错了。这个不是理性的投资决策，这个是情感的宣泄。一位心理学家分析师说 ，Saylor 患有典型的过度补偿心理。2000年的失败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，他需要一个更大的成功来抹去那次失败的记忆，而比特币恰好提供了这个机会，因为比特币的涨幅远远超过任何传统的资产。如果他成功了，他不仅仅是赚到了钱，而是证明了我比所有人都聪明，这个才是他真正想要的。有一次采访，记者问他，如果比特币让你破产，你会后悔吗？ Saylor 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回答说，我不会后悔，因为最大的后悔不是失败，而是从来没有尝试过。2000年我失败了，因为我相信了错误的东西，但如果这次我失败了，我失败在相信数学，相信逻辑，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，这样的失败我能够接受。这段话呢被很多人奉为经典，但也有人指出这段话暴露了 Saylor 内心最大的一个矛盾。他说他相信数学，但数学从来不承诺比特币一定会涨。他说他相信逻辑，但把公司95%的价值压在单一的资产上，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。他说他相信人类文明的进步，但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赌徒的孤注一掷。真相是 Saylor 已经分不清他是在投资还是在证明自己。比特币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资产，更像是一个图腾，一个能够抹去2000年时候的耻辱，重建自我价值的图腾。这个是成功者的诅咒，也是失败者的救赎。2025年的1月，比特币呢价格在10万美元的附近波动 ，MicroStrategy 的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2100美元。Saylor 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20亿美元。从任何的标准来看，他都是成功的。但如果你看他的 Twitter， 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他从来不庆祝，从来不炫耀，从不说我赢了。相反，他更加疯狂地推销比特币，平均每天10条推文，每周参加3场播客，每月举办2次比特币教育研讨会，就像一个永远无法停下来的机器。一个前同事说 ，Michael 看起来非常成功，但我从来未见过他开心。他总是在证明什么，总是在战斗，从未真正享受过成功。这或许是执念最大的代价。当你把人生的意义绑定在一个目标上，你就失去了享受过程的能力。2000年的失败在 Saylor 的心里挖了一个黑洞，而比特币呢，是用它来填补黑洞的方式。但问题是，这个黑洞永远也填不满。即使比特币涨到了100万美元，即使 MicroStrategy 的市值超过了苹果，他仍然需要很多的证明，因为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在问：2000年的失败真的不是我的错吗？这个问题比特币无法回答。更讽刺的是 ，Saylor 现在面临的风险和2000年惊人的相似。2000年呢，他把一切压在了互联网上，结果呢，泡沫破裂。2025年，他把一切压在了比特币上。如果比特币崩盘，历史会重演。不同的是，2000年他还年轻，还有机会重来。现在他已经60岁了，这可能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，所以他不能输，也输不起。这个就是 Saylor 的困境。他赢得了财富，赢得了尊重，也赢得了影响力，但他没有赢得内心的平静，因为他的战争从来不是和市场，而是和自己，和2000年的那个失败的自己。让我们回到最本质的问题 ：Saylor 的豪赌会成功吗？这个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成功。如果成功是让 MicroStrategy 的股东赚钱，那么他已经成功了。从2020年的8月到现在 ，MicroStrategy 的股价涨了16倍，远超于标普的500。如果成功是推动比特币被主流接受，那他也成功了。BlackRock、Fidelity、富达，全球最大的资管公司都推出了比特币 ETF。传统的金融正在拥抱比特币，而 Saylor 是第一个打开这扇门的人。但如果成功是证明比特币会取代美元，成为全球的储备货币，那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50年才能回答，而 Saylor 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。更关键的问题是，即使比特币成功了， Saylor 真的就赢了吗？2024年的一次采访，记者问他，如果比特币涨到了100万美元，你会怎么做？ Saylor 的回答很简单，继续买。记者当时就愣住了，你不会套现吗？ Saylor 摇头，为什么要套现？换成贬值的美元吗？比特币就是终点，不需要换成别的东西。
这个回答揭示了 Saylor 的终极悖论，他 all in 比特币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但如果他永远不卖，那他永远就无法享受真正的成功。比特币对他来说不是财富，而是信仰，而信仰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。所以无论比特币涨到了多少， Saylor 都不会满足，因为他要证明的不是自己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我是对的，你们都错了。而这个证明永远没有终点。Michael Saylor 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也许10年以后呢，他会成为金融史上最伟大的投资者，也许5年以后他会成为史上最大的笑话。但无论结局如何，这个故事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启示：第一，执念可以是动力，也可以是毒药；第二，信仰和赌博只有一线之隔；第三，加密的历史不只是技术史，而是人性史；第四，成功最大的敌人不是失败，而是过去。Saylor 用20年等待一次复仇，但他真正的敌人从来就不是市场，而是自己。所以最后的问题是，如果你是一个 CEO， 手握5亿美元，你会怎么做？ Saylor 的答案是 all in 比特币，而你的答案也许决定了你的一生。这里是加密星球故事会，这是一个关于执念与信仰的故事，它还在继续它的豪赌，而我们呢，都是这场赌局的见证者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请点赞并订阅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呢会聊另外一个加密传奇人物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